湘潭碧泉潭，素有千古第一潭之称。潭水澄澈如玉，映山影如画，且四时不合，藏着千年传说，是湘地山水间一颗温润的明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块指示牌了吗？上面写了碧泉潭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参观这个千年古潭的。为什么我要去参观呢？因为这个潭有3奇，一奇是泉奇，二是水奇，三是鱼奇。那么这座潭有这么多奇妙的地方，我们当然就要去看看啦，看看资料上写的和我们去的是不是一样。好了，让我们出发吧 ，Let's go。好了，现在我带着安澜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碧泉潭。这处位置处在一座四面环山的一个小山间里面，风景非常的秀丽。今天温度真的非常的高，体感温度不会低于50度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30分，太阳照在身上依然非常的炎热。很多市民还有远道而来的一些游客到这里来感受碧泉潭里面的水，在这里面嬉戏游泳，还有这里来纳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碧泉潭，右手边有个小桥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看这里面的水显得是有点点脏，但是比较清澈，这只是一个下游。我们现在去走到碧泉潭的发源地，离这里只有50米的样子。很多游客自备游泳衣到这里来游泳。根据当地的县志的记载说，这里面的水一年四季都在20度左右，正负温差不超过3度。到夏天，这里的水温一直在17到20度之间。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游泳，很容易会感冒。看看很多小朋友，家长带他们过来游泳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水质就会比较清澈了，但是显得有点点脏。我觉得在最上游，就是在这个发源地的最开始，他们嬉戏的地方肯定更清澈。对的。然后两侧很多售卖吃的、玩的、圈的，还有游泳衣到这边来玩。然后对面是一个娃娃鱼的养殖基地，上面写的是湖南华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娃娃鱼繁育基地，所以这个里面的泉水啊，适合养娃娃鱼。好了，我们先进去看一下碧泉潭，然后再让安澜感受一下里面的泉水的温度。哇哦，好清澈！看看这里面的水非常非常的清澈，而且里面的金鱼5颜6色，好像是锦鲤吧？对，锦鲤，你看有深褐色、橘色，橘色，黑白，还有好多蜻蜓。所以这里面的鱼，随着这个泉水里面所含的矿物质以及一些特殊的成分，养在这个池水里面的金鱼都会发生改变，变成不同的颜色。而且这里面的水温非常低，但是到了冬天，这里面就像温泉一样，也有17到20度。到了冬天，很多人也会到这里来进行冬泳，夏天就是来这里来纳凉了。
在这个上面放这么多铁丝，是防止一些不文明的行为，像有一些游客啊，不是每一个人他的素质都会有那么高，那么就会破坏这里面这个池子里面的水的生态，所以整个这个池子里面全部做了一个铁丝网进行保护。很多当地的居民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取泉水，甚至我们后山上建了一个碧泉潭自来水厂，全部取自这个潭里面的水，矿物质非常的丰富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这个碧泉潭文物保护碑的下方，我们看一下文物保护碑是怎么说的。碧泉潭2014年3月6日公布，4月30日立。碧泉潭据清光绪湘潭县志载，碧泉出自唐代，涌沙成珠，头物皆作翠玉色。碧泉之名始于此。现湖南省水利志引载，湘潭县引泉水灌田，泉名碧泉。在11都6甲，泉源甚广，阴田3000余亩。碧泉之水常年水温20度，流量为0.7秒立方米，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。好，下面说的一个大文学家胡安国曾在此泉水的东南方向200米处建立了一个碧泉书院，并且在这里讲学时间长达31年。但是这个碧泉书院因为很多历史原因已经被拆毁，不复存在了，这里只有遗址了。碧泉潭属于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我们站在这个碧泉潭的正上方，可以看到这个碧泉潭的水呀，向上翻滚，波纹四处散开，像海水沸腾一样。是的，而且很多的居民在这个地方来取水、泡茶、饮用，非常的清凉、甘甜、可口。这里的水质的确是一绝。用这碧泉水浇灌的稻田谷粒都非常的饱满，形似桂花蕊，曾被皇帝称为贡米。而用这碧泉水养的鱼呢，肉质非常的鲜嫩。而且用这碧泉水打出来的豆腐，它可以保质较长时间而不馊，非常的神奇。对了，安南说这个说的非常棒。碧泉潭有3奇，第一个就是泉奇，在烈日炎炎的夏天里，它的水温竟然还可以保持20度以下。在冬天呢，它的水温就像温泉一样，非常的舒服。第二奇就是水奇，在水里面有很多的生灵，有锦鲤，还有其他的水草之类的。甚至有人说，把一块东西扔进水里，它便可以成为七彩的颜色。而在水底下呢，也有很多五彩斑斓的石头。第三个就是鱼鳍，在黎明时分，泉眼里会冒出很多的螃蟹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它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傍晚时分，泉眼里也会游出很多的柴鱼，但是呢，它们一听到响声就会立刻躲起来，第二天又会游出去。这就是碧泉潭里的3奇。我们到了碧泉潭上面的一个小亭子，我们刚刚有说过，这个碧泉潭这个山的后面就是
碧泉潭水厂，它直接取在这个潭里面的水，然后进行一个深加工，矿物质泉水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面有一个管道，就是从这个管道里面取水上去。哇，非常的冰哦。是的，待会儿我会让你去体验一下这个泉水，深刻感受一下这个泉水的温度。呵呵。这个亭子建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，属于后期当地政府建的一个休息亭。这上面是宋朝的一个文学家写的一些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日志，以及关于这个泉水的一个介绍。然后关于碧泉潭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呢？安南能不能告诉大家呢？在这里，碧泉潭下潜伏了一条千年蛟龙，它的头在江西铁树，尾呢就在这碧泉潭里。它经常发洪水危害百姓，于是杨四将军就造铁树下浇灌铁水，投下铁锁链，把这恶龙镇住。每年他都会投下新的锁链来镇住恶龙，保当地百姓的一方平安。好了，相传这里面的潭跟江西那边是互通的，所以因为本身湖南湘潭离江西的萍乡不算太远，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，具体有没有互通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亭子的上方，再来看碧泉潭水里面的这些金鱼，这些锦鲤，更加显得与众不同，五彩斑斓，泉水清澈见底。这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氧吧，也是一个天然的空调。站在这个位置，让你感觉不到炎热的夏季，当然在冬天也会让你感觉不到这里是寒冷的冬季。很多外地游客会慕名而来，带上他们的家人小朋友在这里来嬉戏游玩。然后当地的居民啊会冒险跑下去取这个潭里面的水，因为只有这个地方的水才是最干净的。因为在下游有太多的小朋友在下面游泳，对水会污染一些水质，而且里面的水它会源源不断的往外流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当然这个泉水能够源源不断的往外喷涌，如果保护不当，那么这一口千年一遇的泉水可能就会被污染，这一个奇迹可能就会不复存在。在这个位置养殖娃娃鱼是一个绝佳的场所，得天独厚的环境，因为矿物质的泉水能够给娃娃鱼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环境。这里的娃娃鱼肉质鲜美，非常的好吃。好，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。刚刚安南在视频中有说过，这个地方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，将这个地方产的稻米作为贡米，是因为这里面的泉水矿物质非常丰富，不管是养鱼也好，还是养鸡鸭鹅，还是做其他的用途，这里面的泉水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农作物带来了非常美味食材。现在我们去亲自感受一下这个泉水里面的与众不同。
这个地方如果不设置这种铁丝网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？因为人无完人，很多时候在任何场景下都需要制定规则规章来约束人的行为，要不然产生的后果无法估量。这里面的鱼可以在这里面欢快的、自由的觅食。好了，阿兰，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里面泉水的温度吧。看看这里面，不管大人小孩，都在这里面来游玩。很多居民啊，因为他们不想上镜，所以有一个游客啊，他说他身上有一些皮肤病，到这个里面进行泡澡，只泡了1个星期，并就奇迹般的好了皮肤病，像湿疹啊，像有一些荨麻疹啊，在这个池子里面连续泡1个星期。以前花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，甚至金钱去医院开药都没有治好，但是到这个泉水里面泡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本身我想把这个采访的视频录下来，但是因为人家不想上镜，所以呢，我只能现在口述一下他的，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包治百病。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呢？我们无法去解释，可能因人而异。因为毕竟这个碧泉潭里面的水非常的清澈，矿物质非常丰富，里面很多东西对人体可能会有一些改变，因为毕竟金鱼养在里面，它都能发生颜色的变化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怀疑别人所猜测的，因为每个人他不会拿自己的病去开玩笑。好了，阿兰，现在感受一下吧。前面是吧？就在这里吧。你可以脱鞋子，脱鞋子。我感觉我够不到啊。你可以把鞋子脱了，啊，打赤脚。把裤脚露上来，站起，2个裤脚都露上来啊！把2只鞋子都脱了。哇，好冰啊！好，我也感受一下这里面的水。哇！看这里水底下的石头清晰可见，都被养成了七彩颜色，非常的冰凉刺骨，可以用冰凉刺骨这4个字来形容这里面的水。真的，夏天到这里面来避暑是一个绝佳的场所。我感觉搞长了就会感冒。当然，如果身体体质不好的人到这里面泡水啊，很容易感冒，因为温度毕竟只在17度左右。不管什么季节，这里面的水从来没有超过20度，因为当地的一些专家还有水利专家都来这里量过温，做过测试，观察过几年才得出的这个结论。阿南，站在爸爸这个位置来，你可以认真感受一下，把鞋子放一边。对了，既然来到这个碧泉潭，我们就要好好感受一下里面的泉水。真的太冰凉了。这里的水太深了，我们今天没有带泳衣，而且突然之间要是再进去的话，很容易感冒。要是没有适应过这种从50度的高温到10几度的低温，尤其是这里还有一些微风，会冷得瑟瑟发抖。估计游泳池里的水都没这里冰。这个地方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是一个文化比较深厚的一个地方。怎么就不玩啦？好好感受一下吧。
这个比我们以前去山上的那些泉水是不是都还要清澈？是的。还要凉爽。哎呀，这个石头都是冰，这个石头上面全是水。我们走到桥那边直接可以走到那个桥上去感受。啊，你都好久没打赤脚，没有走过这样的路面啊，所以脚就受不了啊。我的天！不过这个可以做按摩的。是的，做脚底按摩。好了，现在你就可以走下去，跟水更亲密的接触啊。这里水又不深，还有狗抱着这里来纳凉的来了。特别舒服吧？待会儿我们也会打一点这里的泉水回去，烧开了喝。这里面的泉水不能玩得太久了，尤其是现在太阳快要下山了。所以小孩子的天性都是喜欢玩水。哪个小孩不爱玩水呢？对的。它这个水流冲击力是真的大。水的冲击力很大，对不对？你要从这边可以穿得过去吗？可以啊。好吧，看看。啊，一下子就穿过来了。它下面好高的。啊。这边就是深水区了。是的。像跟我一样没带泳衣的，可以在这边玩。是的，是的。爸爸也脱个鞋子下来，感受一下。裤子都有点湿了。是的，没关系啊。哇，我现在也下来感受一下。哇，这里的水冰凉刺骨，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水流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所以资料上说每秒0.7个立方米是的确有的。哇，好舒服啊！看看这个水流下来，清澈吧？嘿嘿，我来啦！这个水流的速度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千年的奇谈。我只站了不到2分钟，就让我感到一股非常刺骨的寒意到我的心里面。最好玩了。在这个泉水里面，不管是多黑的脚，到这个泉水里面都显得我有点发紫了。是的，会瞪得发紫。不管有多么热的季节，一旦在这个泉水里面，所有的热意立马消散。这是一个深水区，大概有50公分深。我感觉我站在深水区，我都会开始游起来的。我要带着人喷啊！我要带着人。看它这个水流的速度非常的湍急，不知道这个千年奇谈还能够流多久？这里面的水真的是像资料所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吗？这个狗会冻坏的，呵呵，狗受不了太冷的温度。对的，它会感冒的。我坐这里。要不要去上面那个地方去啊？这狗会冷得叫的。
呵呵。这小狗仔你看到没有？它瑟瑟发抖。现在我就在这碧泉潭的游玩区了，这里的水非常的刺骨，清澈见底。如果经常在这里游玩的话，可以增强身体体质。接碧泉潭里的水的话，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个矿物质。明年我还会故地重游，给大家分享这里的奇闻趣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